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三浦江先生所著的《改变自我的习惯力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戒不掉这个习惯的人，一辈子都无法改变自己；第二，通过控制潜意识，创造良性习惯循环的超级习惯力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戒不掉这个习惯的人，一辈子都无法改变自己。这个主题开始，首先要介绍的将潜意识变成盟友的习惯化法则是：一个好的习惯会连锁的推动其他好习惯持续下来。有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，让受试者参加为期2个月的运动计划，受试者需要详细报告生活中的变化，包括冲动购物的频率、吸烟量、饮酒量以及咖啡因摄取量等。结果发现，持续运动的受试者好行为明显增加，而不良行为的次数显著减少。同时，他们的意志力与自我控制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。相反，没有持续运动的那一组，则完全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。另外，还有研究发现，当人们开始新的好习惯，比如记账、学习等，就和运动的情况一样，不仅能养成其他新的好习惯，还能够逐渐与不良习惯断绝关系。在这里，同样也观察到了意志力和自制力的提升。也就是说，不仅仅是运动，只要养成哪怕一个好的习惯，为了提升生活质量的其他好习惯，就会像连锁反应一样接连出现。在这里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，即使你并没有特别强大的意志力，习惯依然是可以养成的。当然，在被逼到极限，承受强大压力的情况下，确实有时也能帮助习惯形成。这一点并非没有效果，但是只要方法正确，你并不需要刻意把自己逼入那种痛苦的状态。那么，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关键就在于对潜意识的理解。潜意识是我们平时并未刻意察觉，却确实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意识，而这个潜意识蕴藏着惊人的力量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当一个好习惯形成后，大脑的神经模式本身就会发生改变。当大脑发生变化，其他行为模式也会被重新改写，从而引发一连串良性的连锁反应。习惯化不仅能强化大脑的能力，甚至还能让你的整体能力不断提升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个，将潜意识变成盟友的习惯化法则是：能够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，才是习惯化的关键。为了让好习惯真正持续下去，有几个重要的要点，其中之一就是了解习惯化的阶段。习惯化的阶段其实和技能熟练的过程非常相似。这里我们来做个小实验，请你做一下刷牙的动作。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动作，所以即使一边想着别的事情，你也几乎可以在无意识中完成。这就是无意识完成的阶段。那么接下来，请你用不常用的那只手来刷牙，感觉如何呢？是不是会觉得不太顺手？会不会一边刷一边想着牙齿后面有没有刷到，最里面的牙有没有够得到？这就是意识到才能做到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如果不刻意集中注意力，就无法顺利完成。当然，这个状态离习惯还很远，但是如果你持续这样做很多天，那种不协调感会慢慢消失，最终会和惯用手一样，进入无意识完成的状态。当这种几乎无意识就能做到的状态不断加深，就会进入真正的习惯阶段。也就是说，任何技能的熟练过程，都是从知道这个意识层面，逐渐下沉到无意识层面的过程。而这个流程完全可以套用在习惯养成上。习惯化的第1阶段是知道要去做，接下来是第2个阶段能够做到，也就是开始每天反复执行这个行为的阶段。这是已经迈出一步的状态，虽然已经能做到，但还需要刻意去完成，仍然依赖意志力，尚未进入无意识。这是养成过程中的中间阶段。很多人正是在这个阶段停下来，最终导致无法坚持。因此，如何降低这一阶段的门槛，是极其重要的关键点。具体方法，
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说明。而最后一个阶段，就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阶段。当重复的日子持续几十天之后，你会进入一种做这件事已经是理所当然的状态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与其说是在有意识的去做，不如说已经接近无意识的在做了。这正是可以称之为真正完成习惯化的状态。所谓习惯，就是几乎不需要动用意志力，在无意识中自然完成的行为。一旦达到这个阶段，行动就会自动发生。在通往习惯化的过程中，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从知道迈向能做到时，必然会出现的不适感。毕竟是在尝试不熟悉的事情，产生生疏、别扭的感觉是再正常不过的。这种不适感或许并不舒服，就像用不常用的那只手刷牙一样，怎么想都不太舒服，满满都是违和感。但换个角度来看，正因为有违和感，才说明你正在尝试新的事物，而违和感逐渐消失，正是熟练度提升、习惯正在形成的重要指标。如果你在开始新习惯时感受到了不适，那本身就说明你正在挑战自己，所以这其实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条，将潜意识变成盟友的习惯化法则是：放下坏习惯，才能为新习惯腾出空间。在习惯养成的过程中，不仅是开始新的好习惯很重要，停止不必要的习惯同样重要。放下不必要的习惯，本质上就是让自己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，这是对习惯的主权选择。当你切断不需要的习惯时，不仅能减少负面影响，还会获得时间、精力与金钱上的余裕。只要你找到对自己来说像开关一样的关键习惯，并付诸实践，就会发现，那些原本并非必须的习惯，会自然而然地消失。如果你事先把这些不必要的习惯列成清单，并观察自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，就能确认良性的连锁反应正在顺利发生。首先，在物理层面上，你的生活空间会变得更加宽敞。当那些与负面情绪相连的事物消失后，你会感受到一种解放感。不需要的东西消失后，就为真正重要的事物留下了空间。通过清理不必要的东西，负面情绪也会随之消散，内心自然会变得从容。习惯也是完全一样的，放下不必要的习惯，就会为心灵腾出空间，从而产生开始新习惯的余。因此，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擅长养成习惯，不妨先从放下不需要的习惯开始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通过控制潜意识，创造良性习惯循环的超级习惯力。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短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，总是迟到5分钟，明明知道不该这样，却怎么都改不了。你心里其实很清楚，我知道不该这样，但就是做不到。为了减肥，明明该忍住零食，却还是忍不住吃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在于，人类日常行为的绝大多数都是由潜意识支配的。潜意识中已经被写入的程序，会在你意识到之前就开始运作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采取行动。潜意识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，无论你多努力，你的意志力都很难与这种自动而强大的系统正面对抗。于是你还是会不自觉地伸手拿起巧克力。人们往往以为自己是凭思考和意志在行动，是自己选择、自己决定的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行为都是潜意识中的程序在自动驱动。那么，这个潜意识中的程序到底是什么呢？一听到程序，很多人会联想到电脑程序。结论是，原理几乎完全一样。在电脑程序中，输入某个指令，就会得到固定的输出。潜意识的程序也是如此。当接收到某种信息时，就会做出固定的反应。而且，由于每个人潜意识中的程序不同，即便面对同样的信息，反应也会完全不同。比如，如果你拥有我喜欢甜食的程序，当巧克力出现在眼前时，就会不自觉地伸手去拿。但如果你的程序是对甜食没兴趣，看到巧克力也不会有任何感觉。由此可见，
潜意识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，所以当你回到家，甜食摆在眼前时，仅靠意识是几乎无法抵抗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能把晚上回到家后不吃甜食这个程序牢牢安装进潜意识里，即使不刻意动用意志力，也能自动放下吃零食这个坏习惯。这正是习惯化真正的力量。可以说，潜意识中运行的程序几乎决定了你的人生走向。如果你能够理解潜意识的这些特性，并且能够去控制其中的程序，那么你就可以让潜意识成为你的盟友。那么潜意识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把人的意识整体用一张图来表示，那么浮在水面之上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能够清楚意识到的部分。在心理学中，这被称为显意识。显意识是我们能够自觉察到的意识，因此具有理性、逻辑和自觉性，一般被认为主要与左脑相关。而水面之下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无法清楚意识到的区域，就是潜意识。潜意识是沉在内心深处的本能性的意识，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察觉，但它却对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产生着极其巨大的影响。正如前面所说，潜意识拥有远远强于显意识的力量，因此明明知道却做不到，明明知道却戒不掉这样的情况，其实是非常正常的。不过，我们并不需要只依赖意志力去对抗潜意识，通过合理的设计和运用潜意识，我们完全可以从被潜意识操控的人生，转变为主动控制并善用潜意识的人生。而要重写潜意识中的程序，大体上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是运用心理学手段，在较短时间内重写潜意识程序的方法。潜意识的程序有时会因为强烈的经历，例如创伤体验，而在一瞬间形成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狗咬过而产生的恐犬症。以恐犬症为例，被狗咬的恐怖经历会让狗是危险的、可怕的这一程序瞬间写入潜意识中。之后，只要这个人接收到与狗相关的信息，这个程序就会自动启动，产生恐惧、不敢靠近等固定反应。比如看到狗、听到狗叫声，都会作为输入信号，触发恐惧这一输出反应。这一机制与电脑程序几乎一模一样。而没有这个程序的人，即便接收到同样的信息，也不会产生恐惧。由此可见，潜意识的程序有时可以在瞬间形成，也同样可以在瞬间被改写。不过，这种方法更像是手术式的西方医学手段，通常需要心理咨询师、心理治疗师或专业教练的协助。对个人来说，独自操作会比较困难。因此，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第2种方法，通过长期积累，逐步重写潜意识程序的方法。我们的潜意识中，不仅有因强烈经历而形成的程序，还有通过日常反复积累，一点点渗透进潜意识的程序。这些程序正是通过每天的重复行为逐渐形成的，因此也需要花时间慢慢去改写。如果说前一种方法像是手术，那么这一种方法更像是中医调理，通过长期温和的方式，逐步将潜意识中的程序调整到更理想的方向，就像体质改善一样，为你真正发挥潜力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如何通过这种长期且温和的方法来改写潜意识。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，就是在满足潜意识的安全感需求的同时，重写潜意识程序。潜意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，那就是它会把安心与安全放在第一位。对潜意识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安全。一旦潜意识认为安全受到威胁，就会进入过度防御状态，用强大的力量来踩刹车。潜意识的巨大能量之所以常常变成阻碍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安心与安全。潜意识的基本任务是维持现状，而改变在他看来往往意味着风险，因此一旦你试图改变现状，就会遭遇强烈的抵抗。这正是人为什么很难改变的根本原因。所以当你一下子想改变很多事情时，遭遇潜意识的强烈反弹，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比如，明明在理性上知道睡前不吃巧克力更健康，却怎么也戒不掉。这并不是你意志力不够，而是潜意识在抵抗改变。因此，在重写潜意识程序时，一定要在满足其安全感需求的前提下进行。如果忽略这一点，仅靠意志力硬撑，是绝对无法长期成功的。那么，具体该如何满足潜意识的安全感呢？最有效的方法并不是立刻强行戒掉，只有当潜意识真正感到安全，改变才会顺利发生。接下来要介绍第二个要点，就是不要试图一次性养成多个习惯。在习惯养成的初期阶段，每天坚持本身就需要付出努力。原因在于，每一次执行新习惯时，都会伴随着一种不适感或违和感，但随着习惯逐渐推进，这种违和感会慢慢消失，最终即使不怎么努力，也能自然地持续下去。到了那个阶段，即便不刻意提醒自己，行为也会每天自动发生。甚至反过来，如果哪天没有去做，反而会感到不对劲。以每天早上慢跑为例，最开始时，每天按计划跑完规定距离，需要动用很强的意志力，就像给自己打气，今天一定要好好跑。如果一开始就设定过高的目标，不仅会大量消耗意志力，还会遭遇潜意识的强烈抵抗，最终很难坚持下去。但如果把门槛降到极低，比如先穿上鞋，出门就好，几乎不需要什么意志力。一旦走出家门，往往就会想，既然都出来了，干脆跑一小段吧。不知不觉中，你就会发现，自己已经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跑起来了。当你达到这个阶段时，就说明潜意识的程序已经被成功改写，行为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。这时反而是不跑步会让你感到违和，因为已经处于自动模式，几乎不再需要意志力的介入。这意味着，对于每天跑步这件事，潜意识已经开始帮助你维持现状。一旦行为进入这种自动运行状态，行动所需的精力就会大幅降低。所谓习惯化，其核心就在于尽可能减少对意志力的依赖，把行为自动化。当重要的日常行为被潜意识自动执行时，你的人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。同时，由于几乎不再消耗意志力和精力，你也会拥有更多余裕去做其他事情。这正是习惯化的巨大优势之一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一个习惯成功养成后，就会为下一个习惯的养成创造空间。这正是好习惯会产生连锁反应的根本原因。因此，在开始培养习惯时，不要过度努力，不勉强自己，是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试图培养习惯时，成功率并不高，原因就在于单纯依靠意志力硬撑是有极限的，而且意志力一旦被大量消耗，整体表现也会随之下降。因此，首先要做的是缩小范围，明确优先顺序，选定最先要养成的那一个习惯，只专注于这一件事。当你持续这个习惯大约3周到3个月之后，可以回头检查一下它的持续程度。如果你发现这个行为已经几乎是每天自动发生，不太需要刻意思考，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已经成功习惯化了。在这个阶段，继续执行这个习惯几乎不再消耗意志力，自然也不会感到疲惫。只有到了这个状态，才适合开始下一个习惯。接着，当第二个习惯也进入自动模式后，再开始第三个习惯养成。正是要这样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成功。这种方式不仅能提高成功率，还能不断积累小成功体验。随着这些成功体验的累积，你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肯定感也会逐渐提升，从而让后续的习惯养成变得更加容易。接下来要介绍第3个要点，是在习惯养成初期，把目标放在持续而不是成果上。为了实现真正的习惯化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制造负面情绪。为此，不过度努力几乎是一条铁律。现实中，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在一开始就过度用力，但在习惯养成这件事上，
稍微放松一点，以轻松的状态去面对，反而是最合适的。所谓3分钟热度的人，往往是在最初的几天里拼命努力，结果让持续本身变成了一种痛苦，最终选择放弃。而习惯化本质上是一项需要日复一日持续下去的行为，不可能每天都处在高昂的动力状态。如果一件事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完成，最终它就会和痛苦情绪绑定在一起。一旦如此，每天都需要动用大量意志力去强撑。正如前面所说，意志力就像天然资源一样，是有限的，持续过度消耗，最终必然会枯竭。因此，因为过度努力而无法坚持，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在习惯养成的过程中，不制造痛苦的情绪，正是成功控制潜意识的关键所在。正因如此，为了让习惯真正定着下来，我们应当把目标设定为用不需要勉强自己的力度，坚持3周。在习惯化的最初阶段，最重要的并不是取得成果，而是让它真正养成。可以说，这是本书中最重要的核心观点之一。因此，对成果不要抱有过高期待，也不要过度执着，这种心态非常关键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淡淡的确认今天我也做到了这个事实，然后继续积累。正是这种态度，会让习惯更加深刻地刻进大脑。渐渐的，习惯会从意识层面移出，变成像刷牙一样不用思考，身体就会自动行动。一旦达到这个阶段，成果就不再是你需要拼命追逐的东西，而是自然而然跟随而来的结果。改变人生的，并不是某个重大的决定，而是在放松状态下，不知不觉持续下来的那些微小行动的累积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